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那些有毒的亲密关系，以及为什么人们会迷恋这种有毒的关系。在我认识的网友和朋友里，我经常能接触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交的表现都非常理性和正常，然而在涉及到亲密关系时，却常常做出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们明知这段关系充满了伤害和痛苦，但总是难以摆脱。即使摆脱了这段关系，但在下一段关系中却又陷入了类似的处境。虽然并没有外力的限制，但当事人却感到自己始终无法突破某种无形的障碍，生命仿佛陷入了轮回和重复。这是一种深刻的不自由感。我们曾经在探讨真实兴趣的这期视频里提到过，自由本身可以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外界对我的行为没有干涉，只要没有人干涉我的选择，我就是自由的。而积极自由指的是我能够自我控制、自我主宰，因为虽然有时候并没有外人干扰我，但我可能受制于自己的自然性，比如我的某种心理创伤等等。因此，不自由也可以分为两种，也就是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以及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很容易识别出来，比如说父母要求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划来生活，这样的不自由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而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则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因为这些压制性的声音都是以自我的名义发出的，然而这些自我只是虚假的自我，是被异化后的自我，而不是真实自我。一个人长期被有毒的亲密关系所吸引和伤害，这当然是一种严重的不自由，但这通常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外力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发现真实的自我，也就意味着要去识别那些虚假的自我，意识到它们得以存在的心理机制和原因。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简单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到有毒的亲密关系，我想到了几位朋友的经历，他们的遭遇是很有代表性的。第一位女性朋友有一个很粗暴的男友，这个男友并不理解和尊重她，在言语上不停地批评她，侮辱她，有时候还会动手。这当然给她带来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在我看来，这段关系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然而，当探讨到如何分手时，她对男朋友的评价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例如，她会认为男人都是这个样子，谁又能好到哪里去？或者认为这个男人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在成长，而且有时候很有魅力。这其实是一种隐晦的赞美，也就是虽然承认他很糟糕，但没有比他更好的，所以他已经是最优解了。事实上，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能觉察到自己态度的矛盾之处。这里存在着某种颠倒，那就是这种不安全的、危险的亲密关系，反而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而那种情绪稳定的恋爱对象，反而可能让他感到陌生和不安全。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创伤迷恋，或者说创伤吸引。当事人早期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虐待和暴力，在这种环境下，他发展出了一整套与暴力和虐待共存、对抗和应对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适应，更是整个躯体都熟悉的生存方式。当面对虐待者时，他的身体知道如何快速反应，他懂得如何预测对方的情绪变化，如何应对突发的危险，如何化解和抵抗对方的攻击等等。长期的创伤环境使得这套反应机制变得相当顽强。然而，如果他与一个温和、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他会发现这些所有的反应机制都失去了意义，他不再需要警觉、妥协或者对抗，所有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心理机制，在正常的关系里都显得多余。这就类似于一个战士在战场上练就了死里逃生的本领，习惯了战斗和冲突。当他突然来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他反而会觉得不安全和不真实，甚至觉得无趣和空虚，因为他积累的战斗技能都没用了。而那些暴力和情绪不稳定的伴侣，则是重现了童年的创伤场景。虽然这会带来伤害，但的确能够激活他的神经系统，能够唤起他强烈的熟悉感和活力。他的身体反应
情绪模式和能力都仿佛在这种状态里找到了意义，这导致她很容易被有问题的男性所吸引。另一位女性朋友说道，她虽然目前有一个非常温柔和体贴的男朋友，但她经常感到那个糟糕的前任始终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前任是一个对别人很粗暴和冷酷的男性，但却常常对她流露出不寻常的善意。这种特别的善意让她很动心，即使前任有时候对她也有一些粗暴的行为，但她却认为这只是因为前任缺少良好的成长环境，自己应该多包容对方。然而，当她一次次尝试和前任修复关系时，却体验到一次次的挫败。她似乎认为，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偶尔流露出来的善意，要比那些情感正常的人的善意更难得，也更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是难以言说和理解的。这位女性的童年可以说是比较安全的，父母都比较关爱她，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创伤。然而，尽管她的父亲对她不错，但却常常打压她的母亲，而她在童年时期也常常能够共情母亲的压抑、不幸和无力感。这虽然是她母亲的创伤，并不是她自身直接遭遇的创伤，然而由于她在潜意识里认同、接纳和继承了母亲的负面体验，因而她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种替代性的创伤。这恰好塑造了她的前任的吸引力，因为前任和她的父亲有某种相似，即他们都是对别人粗暴，但对她还不错。而她也在无意识中希望能重复、再现这一创伤的环境，通过修复和这种男性的关系，从而替代性的补偿和修复母亲的创伤，在情感上弥补母亲没有得到的关爱。然而，这种修复的愿望总是遭到挫败，因为前任并不会配合他的计划，这使得他不断体验到痛苦和失望，而每次的失败又加强了他继续努力的动机。一位男性朋友也有相似的经历，他发现自己的几位女朋友都习惯于打压和利用他。他感到自己似乎很容易容忍和承受对方的这种打压，当对方向自己提出某些要求时，他总是感到自己应该包容对方，回应对方的需求。这位网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容忍打压，但在亲密关系中，面对这类让他感到傲慢的女性，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度，而这常常让他承受很多痛苦和困惑。通过讨论，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冷漠和专制的父亲，父亲对他非常严苛吝啬，没有温暖可言。如今的他似乎在这些女孩身上看到了童年的自己，于是当那些女性向他提要求时，他感受不到对方对他的不尊重和剥削，而是自动带入了亲子关系的模式，仿佛对方是一个向他撒娇的儿童，而他则在无意识中扮演了一个理想父亲的角色。换句话说，他希望通过满足这些女孩的要求，从而象征性地修复了自己的童年。他感到，如果他拒绝了那些女生的要求，对方就会非常失望、痛苦和无力。然而，这些体验更像是他童年时被压抑的情绪的投射，而非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创伤迷恋的模式了。由于潜意识中对冷酷吝啬的坏父亲的批判，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在亲密关系中做一个好父亲，即无条件满足对方需要的人。结果是他在亲密关系中总是能吸引到情感上具有压迫感的女性，而这似乎再一次加剧了他的创伤。通过上面几个例子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出于创伤的迷恋通常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这种关系往往不会改善，甚至让人越陷越深。创伤迷恋的关键特征就是当事人往往会在亲密关系中反复尝试修复自己过去的创伤，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去改变对方，投入更多的情感资源，希望这一次能弥补过去未能完成的情感体验。然而，这种修复的努力通常都是徒劳的，因为当事人选择的往往是那些并不具备修复能力，甚至可以说是心理严重缺陷的人。例如，一个从小被冷漠对待的人，可能会被情感忽冷忽热的人所吸引，试图在这种关系中获得最终的认可，但这些人本身缺乏稳定的情感能力，根本无法提供安全感。个体误认为自己在努力修复创伤，实际上却是在重演创伤。这种关系模式并不是通往治愈的路径，而是让他们一次次体验过去的无助和痛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第二，在创伤迷恋中，当事人往往会出现严重的退行。退行指的是人的心智向幼稚、原始的儿童状态倒退。亲密关系中出现退行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比如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讲话，向对方撒娇，创造某些亲密可爱的称呼等等。这种健康的退行实际上是在通过更自然和无防备的方式互动，它不带有心灵上的脆弱或依赖性，也并非出于创伤的阴影，而只是一种情感释放和表达亲密的方式，双方可以暂时放下外部世界的压力和责任，享受无条件的关爱和接纳。而严重的退行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的、失控的，并可能发展成为更加极端的心理状态，比如原始的赎罪感、非黑即白的情感模式等等。所谓原始的赎罪感，指的是当事人可能会对伴侣表现出极端的自我牺牲，认为自己需要进行某种神秘的赎罪，才能换取对方的爱，或者使自己变得纯粹、圣洁。这种神秘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会对伴侣的糟糕行为一再忍耐，哪怕被忽视、虐待、背叛，也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好，甚至主动承受更多痛苦，以换取对方短暂的善意。我们之所以说这种思维是原始的，是因为它在儿童和原始社会的人类那里很常见，就是一种原始的自我中心的思维，以及主客观互相渗透的倾向。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正如我们在讲性幻想的那期视频里所提到的，儿童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当感到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有任何裂痕或不完美的可能性时，儿童会倾向于维护父母的权威并美化父母，同时将责任归结为自己。儿童不会从父母对自己的冷漠中总结出父母有问题的结论，相反，儿童可能会感到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出色和优秀，并将这种羞耻感内化到潜意识中。在童年时期经受较多此类创伤的人，容易感到自己是唯一有责任弥补关系不和、解决冲突的人。赎罪感的核心表现就是认为自己需要赔偿某些行为，甚至在面对虐待或不公平的对待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理应承受这些痛苦，认为只有通过极端的自我牺牲才能获得爱或认可。这种思维模式类似于儿童时期对父母的无条件依赖。值得一说的是，这种原始的赎罪感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入口，我们以后也会慢慢讨论。第三，当事人感到某类人有强烈的情绪和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并非源自某种情感共鸣，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难以用语言去表述和理解的模式。当事人好像在不由自主地扮演某个角色，好像在梦游。这种吸引并不是自由的，有时候可以说是痛苦的，但就是让人难以抗拒。这有点类似于成瘾行为，比如一个酒精成瘾者其实并不想喝酒，但他最后仍然充满痛苦地选择了喝酒，虽然没有外人强制他这么做。这种自愿的被迫正是让人感到困惑和矛盾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这种对创伤的迷恋很难用语言所表述呢？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